大家好，我是大妈，感谢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大家一定奇怪，为什么我一个中年油腻男，但是网名叫大妈呢？所以今天呢，快速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我为什么叫大妈，以及这个大妈的多重宇宙会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啊？欢迎大家这个推广一块去订阅。首先呢，我被叫大妈，这是一个注意啊，是被叫大妈，这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啊，可以说是这个眼中含着泪的故事。大家如果熟悉我的英文 ID Zoom 快的话，可能知道我是中国最早一批开始推广 Python 技术的这个老人吧。99年毕业到今年6月份之后，我才全职转向 YouTube 做 UP 主啊。那之前也就是说连续工作了23年啊。那么用 Python 呢用的比较早，所以呢我是中国最早的这个Python 相关的技术社区啄木鸟技术社区的管理员啊，所以这个接管了社区里头的邮件列表啊、Wiki 啊，还有很多这个其他服务的运营。那么时间到了2006年，就是我们成立呢是04年成立啊，05年开始正式以这个BPUG， 也就是说 CPUG， 就是04年我们成立是 CPUG， 就是 China Python User Group， 中国 Python 用户组。那么05年呢是以北京 Python 用户组 BPUG 的这个身份，连续定期在这个北京啊，还有各地吧。我呢主要是主持北京的线下活动。那会儿互联网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没有现在天天都是在线进行这个技术交流，都是线下组织这个活动。那么到了06年啊，有一次在邮件列表中讨论的时候啊，那我有感慨，其实呢就是开源社区呢就是这么简单啊，都是靠大家义务去分享，义务去这个相互支持，就像是但是这种义务去相互推进、促进的过程当中，有一群认真的大妈来维护，就像街道里的大妈一样。我这个大妈是打了引号的，强烈打了引号的。结果自那以后，所有人就管我叫大妈了。之前我有网名啊，我有之前最早我叫三儿啊，还有叫这个 Zoom 快的或者叫 Zoom Q 都行。但是从那以后，所有人都管我叫大妈了。所以在互联网当中，你选 Zoom 快的Zoom Quiet 就是 Zoom in Zoom out 放大缩小的那个 Zoom 空间的 Zoom，Quiet 呢 Quiet 就是安静的那个 Quiet。所以 Zoom Quiet 呢，它呢也是最早在初二的时候，我们上英文课，老师说你们起个英文名字吧，那我把这个中文名字的缩写首字母缩写 ZQ 找了2个英文字母拼起来，变成 Zoom Quiet，这么一直用下来。那么有的时候去国外进行交流的时候，人家都说你这个姓名不对啊，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拿 Quiet 当不是拿这个Quiet 当姓的所以你这是个错误的名字，也就导致了现在在互联网上你搜 Zoom Quiet 搜出来的都是我那么但是在中文网络世界里头叫大妈的男士或者说这个大叔，那都是指我了。好，所以呢这是大妈的由来。那说一下这个大妈的多重宇宙，实际上呢这也是要蹭了一个网红吧，也不叫蹭了网红，蹭了一个非常就是 OK 刚刚获得这个诺贝尔奖的那个瞬息全宇宙。瞬息全宇宙我们杨紫琼主演的，也是好多以华人这个演员为主的首次吧这么获得大奖的这个电影。那么瞬息全宇宙里头呢，台湾有个译本叫妈的多重宇宙，所以 OK， 那我既然叫大妈，那你这个著名电影我也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名字加一个大字，就变成了大妈的多重宇宙。好，那么大妈的多重宇宙全职做这个 UP 主，实际上我的这个选择这个刚开始也不知道该去说啥，后来看到 Twitter 当中有一个人分析就是现在无论是TikTok 呀，还是这个 YouTube 呀，还是各种各样吧，只要是无论长视频、短视频这种对外发内容的平台，这种创作者一般就分2类。第一呢，就是持续不断的把自己掏空在大家吃饭的时候呢，凑个乐子，让给大家下饭。另外一种呢，就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提高自己给大家端上一碗新的饭那么我觉得我现在按照我的脾气，或者说我的这个好奇心的这个分布，这个还真是可以说一下好奇心的分布。那可以看一下这个呢这是我
05年刚刚学会，05年刚刚学会这个叫有一个框架哦。05年刚刚学会这个叫 GraphViz， 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图形脚本语言，就是你通过写一些类似于像这个 JavaScript 一样的这种代码，它就会自动给你编写成这种图片啊。那这是我当时05年分析我所掌握或者我有兴趣的各种各样的万事万物的这个关键连接点。可以看到这个图实际上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我给它放小的，给你看一个全貌，看看全貌大概是这样啊。这个图呢大概画了有4天，可以稍微还原一点看一下，它就是什么各种各样的吧。这个从左脑右脑还有感兴趣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所有的技术的连接点是 Python， 而我所有其他的，比如说无论是文学呀、这个漫画呀、写作呀、动画呀等等的，它的关键连接点呢又是在科幻science fiction 所以这个最开始我规划内容的时候呢，就是直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爱死机 Love, Death and Robot 这一个系列的动画片吧。它可以说是突然一下子展现了动画工业的整体进展，以及和科幻文艺的结合可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深度和广度。那么它里头的主旨也说得很清楚爱死亡以及 robot 或者说机器人也就是人工智能或者说未来，这3个呢就等于说是替代了它是平替以往我们文学创作当中爱、死亡和战争3大母题。那现在不知道从现在开始其实进入了21世纪之后这个基本上是啥呢？爱、死和人工智能变成了3大母题。所以我对这3大母题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的科幻的思考作品包括这个议题都非常感兴趣。这个呢是我第一个定下来的会说的事情。那接着呢就是 OK， 由它展开来。既然是说科幻，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人生遗憾，就是34年前在初2的时候写过初2一直到高1这个反复不断迭代的有一部原创科幻小说。可那个时候都是在80年代，也没有电脑。那么原著呢，就是原著那个叫纸质的这个原稿一直带在身边，带到现在所以呢，希望把它就趁我们在做这个YouTube 直播的时候呢，可以顺道把我这个纸制品的纸上的这个稿件也变成电子版本因为这么30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时间弄。那这次总算这个全职在做 UP 主了之后，还算能挤点时间。那这就变成爱死机之后一个频道，就是22cc 22世纪学校的一个原创科幻小说手稿誊抄的这么一个直播。那这就一个衍生出来了。再紧接着呢，后来发现我既然要聊这么多书其实就小说小说、音像等等。那么书的话，推荐就变成了一个杂书铺这么一个频道。而杂书铺进一步的发觉，杂书铺里我更喜欢有一大票非常就是科幻类的、豁然历史相关的这种叫穿越吧这个我们中文习惯的是穿越，但是日本那边呢其实叫豁然历史它豁然历史科幻类的漫画。那这类漫画你光是讲其实是 get 不到它的一些非常多的细节的。所以我就从杂书铺呢又衍生出一个看漫画的这么一个栏目就是我会把我最中意的就其实大家可能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小学初中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没有人管了，我可以随时想看是哪个漫画就可以看哪个漫画。结果几十年过去之后才发觉这种心态可以放松心情看漫画的心态反而是最难得了。那么那这个干脆YouTube 又有直播方式，那陪大家一起看漫画，这就变成了看漫画这个栏目。那后来再发现漫画都要细品，那么很多不叫很复杂就很多也不是说很深，就很多很神奇的书，以前从来没想到过的这个书，你要是快速，因为我阅读速度非常快那么略读呢会错过很多细节，所以又变成这类书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读库读库也是个很神奇的编辑部，以后有空呢给大家整体介绍一下它。
那么读库它推出的一系列神奇的书，后来发觉这里头的内容还真的不舍得放弃任何细节，那就是通读。虽然我不是这个电台出身，这个朗读包括演读话剧能力也不成，但是平铺直叙，但是只要是我手眼嘴这个三合一，这么通读下去，真的是不会放弃，就会 get 到所有的细节。那后来有朋友发现我的发音吧，反正没有什么侵略性你就反正这个向大妈念叨一下。那我读书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播客来听；不愿意的话，也是一种很好，对我来说是一种陪伴。有人对这个东西，无论谁对这感兴趣，那一块读这本书，这就又衍生出为读而酷。所以从爱死机衍生出来超以往的这个这个纸质稿件的小说，这是变成22cc 这么一个频道。接着杂书铺推荐和分析书和坏书烂书，这又是一个频道。接着从杂书铺才发现有些书的真的要认真看和认真读，就又分裂出来两个看漫画和这个叫为读而酷这两个频道。再之后呢，大家也会发现，通过看漫画也好通过科幻相关的作品和思辨，其实它产生一个直接后果是提升我们三观的一些变化。那这个三观的变化或者人生态度的变化，它其实就是对人生的一种调试行为。我之前组织过很长时间了，就是17年组织的这么一个 Debug Yourself 叫自怼圈一直到现在还在正常运营，是时不时，之前是定期每周六呢会有一次线上直播，现在呢是有人预定我们就线上直播一次，讨论的呢都是过去2周或者1周之内大家认为值得分析分享的东西那什么叫分析分享？就是对自己的成长有帮助的、有变化的那这个呢就会共同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头进行讨论。那这个呢就衍生出来一个 Debug Yourself 人生调试法，这一个人生就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情绪，甚至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等等这种调试方法。那这个调试方法呢，除了能够见到人以往积累的更多的呢，之前因为直播的技术也好没有开放之前，可能大家摄像头也不多更多的是一些纯语音的。那纯语音呢，放在这个视频播放列表当中呢，可能也不大现实不大合适，又衍生出来FM 101.camp， 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这个社区的一个公开的iTunes 的这个 iTunes 的这个播客这个节目也就顺道移到这个 YouTube 上来。所以你看大家呢可能发现了，我的大妈呢来自于社区里头的一个称号，是大家认为你这个怎么说呢，热心同时呢什么事儿都掺上，都愿意掺和，都愿意说热心的说，那你就变成一个跟街道大妈一样的大妈。那大妈的多重宇宙，多重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围绕着以科幻或者说这个爱、死亡和智能人工智能这3个母题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探讨、各种各样的这个叫直播这就组成了大妈的多重宇宙。也就是说听起来很混乱，是不是？的确，所以我的这个英文的频道号呢叫 Chaos 42大妈。那大妈呢是我大妈这个社区称号，那42呢是全部宇宙混乱宇宙的这个终极答案，而 Chaos 呢就是混乱或者说熵那么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有一个常识，虽然这个常识要解释清楚也没那么简单，以后肯定会有节目单独给他们说，就是这个熵整个宇宙它呢是倾向性是一个热寂，就是混乱，会越来越混乱到最后各处均一，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但是就是有温度的这么一个死寂的宇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漫长但这是一个物理学方面发现的一个倾向，所以混乱 chaos 是我们宇宙的本质行为。那我们各种各样的学习交互思考生活体验呢，都是为了对抗这种 chaos。那对抗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答案呢，其实很早已经有人70几年人家写的这个《银河系漫游这个指南》这部小说里头就已经给出来了就是4242但是为什么这个答案是42？但42怎么去理解呢？怎么去解析呢？那又是另外一个过程了。毕竟42这一个全宇宙的终极
真理或者是终极答案，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算机，就跟地球一样庞大的计算机，计算了300多万年才计算出来的结果，那么不是那么容易解答的。但是42这个字呢，这个答案的确是被大家所认可的。好，以上这里是大妈，感谢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啊！我会继续持续不断的把大妈的多重宇宙展现给大家。OK 啊，以上。